在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的一家科技公司 Sightful 它推出了一款叫 Spacetop 的 AR 办公系统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人们也纷纷依此去畅想未来的 AR 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因为采用的是无头笔记本的形态，所以也是不够便携的。而我手头这台来自北京多屏未来科技的 AR 办公系统 In-Air Pro 则轻轻松松的装进了这个眼镜收纳盒里它是由一个挂脖主机和一个 Bird-Base 方案的眼镜组成，通过手机操控，既可以在这个多屏空间里面去完成基于 2D 安卓应用以及网页的轻度办公，整个交互和体验就很完整。脱离挂脖主机的眼镜也可以直接去连接 Mac 和云端，通过专用的软件去实现3屏以及超宽屏的一个办公体验。这次我打算先从软件系统讲起三端的软件它的显示的逻辑都是基于陀螺仪 DOF 的方式，画面上下呢我们依然是跟投的，但左右呢我们可以通过转头去看更多的内容。这个相对于3 DOF 方式来说，具有更低的一个配置需求，更少的功耗，同等配置下可以减少它的漂移、频闪以及撕裂感。那这个对于 Bird-Base 方案的4个边角的模糊来说，通过转动头部来得到缓解。挂脖主机它的软件系统是基于安卓12的一个改进初次进入系统，它需要先去连接安卓或者苹果手机上安装的控制端 APP In-Air， 然后就可以通过触摸板去直接滑动鼠标这个操作界面了。它这样操作也是避免了传统的3 DOF 射线一个漂移和位置不准的问题操控的学习成本基本上为零。在一些应用内，通过点击或者长按都是有一些震动反馈的，这个就好像我们都拥有了一套 Mac 的触摸板，当然更精准的我们也可以去连接蓝牙鼠标之类的。不过使用蓝牙鼠标的右键并不是传统的安卓上返回而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图标上，你右键的话它可以跳出一个菜单，比如说去卸载，这都比较是符合电脑上的一些逻辑那这个是主界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些快捷的用途。那系统呢是可以安装手机平板或者电视的一些安卓应用。那软件的获取，我们除了它有一个官方商店里面软件不多，那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网页去下载，或者说在手机上你下载好的就直接可以发送到 In-Air 里面去安装，都是比较方便的。这些普通的应用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使用不过呢，我测试下来部分软件它是有一些显示比例的一个适配问题新打开的这个 APP 它默认是在正中心，那我多窗口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通过长按窗口栏，就是把它给自由的拖动到调节到各个位置发送文件不仅仅是可以发送 APK 所有的文件都可以发送，包括你在微信上去接收了一个 PDF 或者说Excel 之类的 PPT 之类的，你就可以打开的时候选择 In-Air 去打开，流转到眼镜里面去看。这个还支持多文件的它一次性的传输，这些都是比较提升体验的一些小匠心我们再来看看官方推出的几个独有的应用首先是这个会议记录助手，打开腾讯会议的时候，它默认就会打开这个会议记录助手，它会对这个语音进行语音识别，转成文字记录，那也是非常得心应手的。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体验，系统自带了一个阅读软件，我们可以直接把阅读的内容转换成更合适 AR 眼镜上观看的这些黑底的模式目前就使用下来就感觉翻页略微有点不够顺手，不过在阅读 PDF 的时候，我们可以长按触控板并拖动来实现这个快速的画面大小的缩放，当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动就从0 DOF 的模式就切换成3 DOF 的上下左右的自由模式去看不同位置的内容，来提高一个阅读的自由度。系统自带的微信我们可以采用平板模式跟我们手机微信同时登录，方便双单的操作。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系统播放解码的能力我安装了 VOC Kodi 播放几个样片。目前呢，我们是不能在这个系统里面去观看 3D 电影的。Mac 端和云端它都需要虚拟出一个 3840x1200 的屏幕，然后录屏并运行 Unity 渲染投射到我们的眼镜里。那硬件的配置需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目前来看 Mac 端的体验要稳定于 Win 端，我手头设备 Win 端的3屏模式就容易出 bug， 就譬如说6800这个掌机它中间这个屏是花屏的，1070台式机它 DP 转 Type-C 输出之后是没办法进入3屏模式。但
两端的体验基本上是一致啊，基本上是感受不到这个频散和抖动，包括我们快速移动头部时也不会有撕裂感。所以在一些性能不够去体验3道夫模式的这些设备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这种1道夫的模式。使用的时候给一点小提醒啊，就是你把它那个显示设置打开，我们要明确一下各个屏幕的位置啊，就是有一个对角线位置的这个屏幕，你千万不要把窗口给拖进去，拖进去可能就永远就拖不出来了。别问我是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的微信窗口还一直卡在里面。In-Air Pro 包括眼镜和挂脖主机，那这个收纳盒是目前是赠送的。我们先来称重一下，眼镜它不带线是 84.4 克，挂脖主机的重量是203克。挂脖主机从我玩 AR 开始，我其实是一直比较推崇的一种外挂方式，和眼镜不穿过肩膀的这个连接方式，会让我们体验上就更无感。那挂脖方式对于重量的耐受能力也更高。这个挂脖主机它的配置为高通的8核处理器啊，我们通过隐秘参数这个 APP 看一下，应该是665。那配置8+128GB 的运存和内存，它的主机电池容量是2750毫安时，整个主机还是比较小巧和轻薄的，我们佩戴后也很服帖。就是稍微看一眼不太注意的话，就是跟一个衣领一样。它的配色包括它的金线的点缀就跟眼镜端也是相呼应的。主机我们要先佩戴好，然后呢拉出线，再连好眼镜再佩戴。短时间我们不用眼镜的时候，你就可以像我这样直接挂在脖子上，还是比较方便的。主机它是有2个 Type-C 口，这个带线公头支持 DP 输出，它是直接用来连接眼镜端的。另一头的话 Type-C 母口它是支持 OTG 和充电。不过当我们的主机连接眼镜的时候，它这个口只能用来充电，不能用来连接 OTG 设备啊，包括 U 盘啊、2.4G 的接收端，或者说连接电脑去拷贝资料这种，必须要把眼镜断开之后才可以。这也是目前这款芯片本身受限。In-Air Glass 它采用的是牙的 1200P 分辨率的 0.72 寸 Micro OLED 屏幕，这个规格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它的刷新率是60赫兹，入眼亮度是400尼特，这个分辨率相对于1080是不主流的。包括我们之前在索尼的那个 0.68 寸的 Micro OLED 也见识过，当时刚刚推出来的时候还是遇到了蛮多的兼容问题。这次的4牙 1200P 方案也同样带来了我们那个 HDMI 转接器的兼容问题。当然搭配官方推出的这个挂脖主机以及直连 Type-C 的 Mac 或者 Win 笔记本之类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200P 这个分辨率好处就是拓宽了上下的一个显示范围，它的画面 FOV 为51度，我可以看一下跟我手头的49度的这个画面大小的对比啊，它画面增大了，不过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显示画面跟我眼镜物理上边框的空余空间就更小。如果说我没有调节好这鼻托的话，就很容易画面被上边框给遮挡住。它眼镜的杂光很少的，就做的比较优秀的，画面也比较干净，它顶部眩光现象也比较少。当然和主流的 AR 观影眼镜一样，In-Air 它因为采用 BB 模组嘛，它不可避免就带来底部反光以及正面的漏光，这些还是存在的。In-Air 的鼻托是2根钛合金材质的细丝，它通过连接一个硅胶的实心垫，这个是我连续佩戴1个半小时之后鼻子的状态啊。这个钛合金丝的可调节范围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材料的弹性，我们需要调节的幅度要更大一点才能定到我们想要的那个位置啊。眼镜外观是常规的中性风格的墨镜形态，它铰链位置，它这个金色金属漆以及它这个 logo 点缀是有一点小的奢华感。那金腿铰链它具有一定的调节范围，我个人佩戴感受镜腿的压力略小，那这个也是为了搭配我们办公形态啊这个需求，因为你也不需要去大范围的去晃动啊。但这个镜腿造型倒很方便去绑一个通用的这种后绑带，加强它的稳定性。镜腿的它的宽度和厚度也属于目前的主流水平，它镜身右侧下端是有2个调节亮度的按键，那左右对称的这个镜腿的定向音频单元的音质音量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目前是没有配备主流的反向消声技术，那这个是最大音量下的一个漏音的感受。镜腿末端是相对来说是偏硬偏厚的，对于一些斜躺下的一些舒适度会有一点影响。当然正常坐姿我们去佩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眼镜连接线的接口是位于左侧镜腿顶端，眼镜原配的连接线它的粗细以及柔软性都是挺好的，也有那个弯头去方便理线，但是和主流的眼镜连接线相比就短了个15厘米样子。近视用户需要另外选配磁吸的近视支架来配镜使用。厂家推荐的是手机操控的轻度办公应用，
那特别是一些应急的场合。那对于文字输入比较多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去搭配一些蓝牙键盘。目前我手头有几台蓝牙键盘，有一台是因为配对的时候它需要跳出配对拼码，需要在键盘上同时输入这个拼码，然后按回车去配对。但是呢，因为系统原因，我们看不到它跳出的这个拼码，所以就配对不了。那另外蓝牙键盘都是没问题，官方定制的配套的这个蓝牙键鼠套装，它的键盘是折叠的双折的。它这键盘最特别，它有一个视角键，它就是方便我们随时去锁定和解锁这个1-off 的视角。当然这个功能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去通过触控或者鼠标去点击 dock 栏上面厂家宣传在非观影的一些轻度办公，它的续航是2到3小时。我这里测试的是极限的续航，就包括把眼睛呢处于是最高亮度、最大音量，同时呢打开6个 APP 包括微信B 站WPS 以及网页阅读和图片，同步呢还在连接蓝牙、鼠标跟键盘。这个时候它的续航时间为 1.5 个小时。它主机呢最高是支持5伏2安的充电协议，充电时间为2个小时左右。目前挂脖主机的发热控制呢受制于性能的需求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在最大功耗情况下的一个发热图。同步考虑充电实现边充边用呢，它的发热就更明显一点。冬天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们这个外套阻隔的，但是夏天如果衣服较薄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去贴一点隔热垫之类的进行一个阻隔。目前我手头这些 AR 眼镜连接挂脖主机，它的声音图像都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不是它自己的眼镜嘛，不能左右转头这个1-off，所以它这个窗口呢只是一个0-off最中间的这个窗口，所以你也没办法去多窗口了，因为你一打开它边上的窗口只有半个在旁边的。眼镜它是由于 1200P 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它的显示格式，一些 HDMI 转接器对它的支持是不够友好，所以我建议的话，眼镜主要还是搭配原生 DPCA 的这个 Type-C 接口的 Mac 或者Win 笔记本，或者说自家的挂脖主机使用更稳妥一点。In-Air Pro 探索了 AR 办公的适配性，结合轻便电声的挂脖主机，搭配手机 APP 的触控和文字输入能力，进行空间内横向自由转动的6屏多应用轻度办公，包括会议 AI 记录以及 AR 阅读模式。当然结合蓝牙键鼠，我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重度的文字工作。此外，眼镜也可以单独去连接 Windows 或者 Mac 笔记本，实现横向自由转动的3屏或者超宽屏的一个办公体验，进一步拓展产品的使用场景。对于有轻度办公需求的朋友，我觉得这套 In-Air Pro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那今天我对 In-Air Pro 的体验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